帮旅途134集已经更新。上集结尾，梦幻队因为器械损坏原因被迫分成2队，而他们在前进过程中都遇到了麻烦。先是由于磁场问题导致精灵球无法打开，接着2队又遇到一级神难度，阿健那队遇到大地之神古拉多，朝日队遇到了海洋之神盖欧卡。先看阿健那边，阿健马柳拉是全队唯一战力，马柳拉努力走位制造输出环境，但是他的攻击对于古拉多而言不痛不痒，古拉多用大字火瞬间击倒了马柳拉。就在危急时刻，小宝勇敢地上前泼水吸引仇恨，可就在关键时刻，古拉多没有选择进行进攻，而是扭头就走了。另一边，朝日等人也不是盖欧卡的对手，盖欧卡轻松击败瓦利路列，小鹅石妖为了掩护队友举起火把吸引盖欧卡注意，盖欧卡根源波动，于是打在他们身上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锹鹰猴一改之前落落胆小的样子跳出来，紧急之下，他学会了木锤招式，对盖欧卡当头一棒，盖欧卡于是也唐突的撤退了。2队人马虽然很惊讶，但还是行动起来。他们跟在2只一级神之后，在跑了一段路后，2队人马来到洞窟最深处，古拉多和盖欧卡撞在一起，合成另一只宝梦。那正是梦幻队的目标梦幻。万没想到，盖欧卡和古拉多竟然是梦幻变出来的。梦幻一个瞬间移动，闪到中心巨石上，开始快乐转圈。伴随着梦幻的行动，整个洞窟里的水晶也发出了光芒，附近的野生宝梦仿佛感受到了什么一般，纷纷聚拢，在梦幻撒出的宏观范围里翩翩起舞。看上去，梦幻是在以自己为中心释放能量。受到这股能量的小豪一时被拖入另一个空间，在那里他看见上古时期的地球，也看到薄魔之祖梦幻。就像小豪想和梦幻说些什么时候，他被强制拉回现实世界。等众人回过神来，发现梦幻停止给精灵充能，那些水晶全部暗淡了下去，聚拢的古代宝梦也开始变得暴躁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众人发现通讯和精灵球也都恢复使用了。这样一来，梦幻队便打算使用武力收服梦幻。阿健和朝日派出了双雄，可是游戏中所向无敌的双雄，在动画中却被梦幻一发10万伏特加一番空击斩给打倒。众人只能拿出自己的其他宝梦，可是双雄都不是对手，那普通宝梦更是不堪一击。梦幻一个影子球就把闪耀王牌、沙莱朵、水箭龟、马利路列和马柳拉全部炸飞。这还不够，梦幻似乎玩嗨了，又是一个超巨大火球丢过来，这就不妙了。巨大的火球直接把附近野生宝梦全波及了进去，周围甚至引发巨大山崩，把入口给堵住了。小健这场面直接怂了，但其他4人执意要战斗，他们放出乌鸦头头、胖嘟嘟、电击魔兽和碧地吉翁，可来的再多，在梦幻眼里也都是炮灰，他们很快落败。这时候，小豪赶紧上去认怂，说自己花了多大功夫找梦幻，开始打苦情牌。梦幻不止这一套，开始破坏死光序列。结果就在小豪即将被炸死、普天同庆的前一秒，小豪说了句“ありがとう”，梦幻就莫名其妙的被感动了，他于是取消了破坏死光的发射。冷静下来的梦幻看着被自己打伤、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宝梦，释放能量治愈了他们的伤势。得到充能后的晶石又发出了美丽的光芒。搞完这一击后，梦幻双手一挥，把梦幻队从洞窟里传送了出去。最后，梦幻在小豪手里坐了1秒钟就跑了。虽然没有收服梦幻，但是小豪好歹摸到梦幻，十分开心。梦幻队就这么结束了这场莫名其妙的探索行动。没有想象的雷光网剧情，之前收集的神柱也和此次事件无关，反正就是一大堆坑没填。梦幻队的剧情就这么草草结束了。倒是这集给我的观感就是，梦幻居然这么厉害，简直牛逼！